人为何会选择多病或贫穷的一生？根据 S 哲斯的观点，我们选择多病或贫穷的一生可能有多重原因和目的。以下列出一些可能的观点：一、学习和成长。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经验，是为了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学习和成长。透过贫穷或疾病的经历，我们可以培养坚韧、同情心、忍耐力等品质。二、个体目标和学习。我们的灵魂可能有特定的目标和学习需求，选择这样的生活经验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可能涉及某些特定的精神成长、情感经历或灵性觉醒。三、集体进化。我们可能选择这样的生活经验，以贡献于整个集体的进化和成长。我们的经历可以成为他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且对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有所贡献。四、自我探索和自我实现。这样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发现内在的力量和资源，实现我们的潜能和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并不意味贫穷或疾病是理所当然的或必然的选择。每个个体的情况都是独特的，且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的信念、过去的经验和灵魂的需求。同时，这种观点也且不试图对贫穷或疾病的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或解释，而是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探索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万事万物的本质是慈悲的。S 哲斯的观点中，他描述了宇宙的本质和宇宙中存在的意识能量。根据 S 哲斯的说法，宇宙是由一个基本的意识能量构成的，这个能量包含了慈悲和爱的本质。S 哲斯认为，所有事物和存在都是这种意识能量的表现，且都拥有内在的慈悲本质。他主张宇宙是一个互相联系且相互影响的整体，所有事物都是互相依存的一部分。根据 S 哲斯的观点，慈悲是宇宙运作的基础，它存在于每个生命体和事物之中。慈悲是一种意识的表现，是对于生命和存在的深刻关怀和体验。然而 S 哲斯也指出，在人类的现实体验中，慈悲的表现可能会被一些限制性的信念、情感或行为所遮盖。他强调，人类需要认识和释放这些限制，以便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和表达慈悲。总的来说， S 哲斯的观点认为慈悲是宇宙的本质，存在于所有事物和存在之中。他鼓励人们去认识和体验这种慈悲，且将其表现在自己的生活和与他人的互动中。内在某一部分受到扰乱，引起外在的意外或疾病。我们内在某一部分受到扰乱，而我们选择了一种疾病或意外作为表达内在情况的方法。没有所谓的意外，外来自于内。根据 S 哲斯的观点，我们的内在状态和信念系统确实对我们的外在经历和身体状态产生影响。当我们的内在某一部分受到扰乱或不平衡时，这可能反映在我们的外在世界中，包括身体上的意外或疾病。S 哲斯认为，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我们的内在状态和信念系统塑造了我们的现实。因此，如果我们的内在某一部分受到扰乱或不和谐，这可能导致我们选择一种疾病或意外作为表达内在情况的方式。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意选择生病或遇到意外，而是指我们的内在状态和信念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和外在经历。这种影响可以是无意识的，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在某一部分的困扰或不平衡。S 哲斯强调了自我认识和内在平衡的重要性。通过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内在状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且有机会选择更健康和平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然而，请注意， S 哲斯的观点是一种哲学和意识的理论，并不是科学上的确定性陈述。
身体的疾病和意外事件也可能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在处理身体和外在状态时，总是建议寻求专业医疗和心理支持。任何的疾病都不是惩罚，是生命更大计划的某一部分，作为教我们自己某些重要真理或发展某些才能的方法。根据 S 哲斯的观点，他强调疾病不是一种惩罚，而是生命更大计划的一部分。S 哲斯相信，我们的存在是有目的的，我们选择经历不同的情况和挑战，包括疾病，以便学习特定的教训，发展才能或探索我们的真实自我。在 S 哲斯的观点中，疾病被视为一种机会，一个潜在的成长和学习的契机。这并不是说疾病是我们有意选择的，而是在我们的灵魂层面上，我们与其他存在一起，选择了特定的经验，包括疾病，以达到我们的成长和发展。透过疾病，我们可能学习到关于身体、健康、自愈力量、情感的处理，或者其他重要的生命观念和真理。疾病可以成为我们学习和成长的一个平台，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意识。病房中暗示和心电感应的重要性。负面者不宜探病。根据 S 哲斯的观点，暗示和心电感应在病房环境中具有重要性。S 哲斯认为，思想和情感的力量对于身体的健康和康复起关键作用。在病房中，暗示是指将积极和有益的信息和想法传达给病人，以促进其自我疗愈和康复的过程。透过正面和支持性的暗示，可以启发病人的自愈能力，增强他们的意念和信念，帮助他们建立更健康的状态。此外，心电感应也是 S 哲斯所强调的一个概念。心电感应指的是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鸣。根据 S 哲斯的观点，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能够影响他人，特别是在情感上相互连接和关爱的情况下。因此，在病房中，家人、朋友和医疗团队的积极和支持性的情感能够对病人的康复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 ，S 哲斯也指出，负面的暗示和情感可能对病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他建议避免对病人传递消极和恐惧的信息，以避免加剧病情或削弱自愈能力。相反，对于那些无法提供支持和积极能量的人来说，他可能不适合探望病人，以避免对病人的康复过程带来不利的影响。